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P 评科技，我是 BPW。自从 GoodNotes 6推出的这1个月以来，我收到非常多来自观众对于使用流程上面的问题。GoodNotes 它的白板写一写之后就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，该怎么找回来？现在 iPadOS 26居然没有支援旧的萤幕分割的功能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全新 GoodNotes 它的工具列多了一层，切换工具好麻烦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？GoodNotes AI 它有额度上面的限制，那我们要如何去节省这个额度呢？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就会帮大家解决这所有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功能叫做白板预览的功能。因为 GoodNotes 它所全新推出的白板功能，它的边界是无限大的嘛，所以假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上面写字的话，然后我们要移动到其他地方，对，那我们这样移动之后呢，我们会突然找不到我们原本写字的地方写到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扰。那其实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，我们要开启白板预览的功能。大家可以看到白板的左下角这边，我们只要按下去之后呢，你看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预览的视窗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只要这样子点击的预览视窗，我们就可以点击到任何我们想要的位置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快速看到说我们所有笔记的分布范围在哪里。那接着我们把它缩小之后呢，马上就可以找到它了。好，那接着第二个功能呢，我们来讲到萤幕分割的功能。大家还记得这个萤幕分割的功能吗？是不是很怀念？但是居然在 iPadOS 26之后就把萤幕分割跟侧边滑开这个功能取代掉了。我们现在在设定当中只能看到，你看我们现在功能只剩下视窗 App 跟目前调度。所以视窗 App 的话，它就非常的不好使用啊，移动它的大小去做排列。所以其实是非常的不方便，所以这边我们要教大家一个可以替代以前旧的萤幕分割的方法。我们要善用2个功能，一个叫做滑动到侧边，以及目前调度的功能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先点击目前调度的功能，然后接着我们动我们的手指头，我们只要这样子往右放，然后这样子往右放。那你看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萤幕分割的画面。那接着呢，你看我们拖移中间的这个 bar， 那它就可以像是以前萤幕分割的功能一样，我们可以去自由调整它的大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长按我们的图片，然后去把它拖到我们的 GoodNotes 笔记软体里面。只不过这边观众一定还想到，以前不是还有一个从侧边这样的滑开的功能，然后再把它收回去嘛？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把它恢复呢？那我这边只能找到一个最接近的替代方案，就是我们目前调度一样也可以从侧边滑开我们的视窗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只要把一个视窗这样子放进来。那你看，它这样子是不是就跟侧边的视窗是一样的呢？那我们如果用不到这个视窗的话，我们就一样这样子把它滑回去就可以了。然后需要的话再把它拿出来。那当然还是比以前多了一个步骤，只不过这个是我目前找到最适合的替代方案，那就给观众参考啦。好，那接着第3个非常多观众也会跟我讲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在 GoodNotes 里面手写很容易不稳定。比如说，你看我要写个白板。你看，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会手抖嘛，或是我们写字会比较轻，那 iPad 这种滑滑的材质上面写起来就没有这么有稳定感。然后有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想要画一个好看的图形，比如说我们想要画个圆，但我们不想用形状工具，但你看画起来就是会不太好看，就是会抖抖的。那第2个问题呢，就是iPad 它其实有不同笔尖跟不同保护贴嘛，那有时候其实我们换了一个新的笔尖之后，它写字起来就会有一种断水断断续续的感觉。那我们该怎么去解决这2个问题呢？好，那首先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要去维持我们的笔画稳定度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 GoodNotes 的笔刷里面去找到这个功能，它就叫做笔画稳定。那大家可以试着把笔画稳定调高看看，我现在直接把它调到100。好，那你看调到100之后呢，假设我们现在要画一个圆形。三角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笔画就变得更加稳定了？它就是会变得比较接近形状工具的感觉。所以你看，我即使这样很轻的画，我也不会有这么有手抖的感觉。你看，我再把它调回0%，你看它这个稳定度是不是就差了很多？所以比如说我现在画一朵花，我用笔画稳定度0%来画一朵花，好，然后我把它调到100%，我再画一朵花。大家有感受到这2个很明显的差别吗？我的笔画就变得非常的稳定。
好，那除了稳定度之外呢，大家还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有时候写起来会不太灵敏，会有断水的感觉。我们可以去打开这个功能，叫做减少延迟。所以减少延迟的功能呢，它是适用于所有触控笔，不管是 Apple Pencil 还是副厂的触控笔，你全部都可以适用。然后它的笔尖就会变得更加的灵敏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 GoodNotes 它内建这2个功能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话，那告诉大家，你一定要尝试看看可以自动调节笔尖灵敏度的触控笔，它就是我手上这一支 EIP Pencil X。我们只要打开 EIP 它的 App， 大家有看到吗？我们这边就可以自己去设定我们笔尖的讯号要多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试着手写。比如说我把讯号调很低，你看这写字起来几乎就是写不下去嘛，很容易断断续续。调高，你看调高之后是不是就比较好写字了？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去测试不同笔刷它所写出来的结果，而且重点是它这边可以去设定3种讯号调节的模式，比如说我有类纸膜、没有类纸膜以及金属笔尖3种模式，那我就可以在这边命名，比如说我们这边就命名成类纸膜斑模式，然后这边是金属笔尖模式。所以这样子，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，都可以有最流畅的书写体验。而且这一次在 EIP Pencil X 里面的包装，它就直接附上金属笔尖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试着去写，对它哪一个写字的方式是最佳灵敏的，都可以在这边做设定。好，那接着第4个观众最常问我的问题，就是关于切换工具的这个问题。大家还记得吗 ？GoodNotes 最早 GoodNotes 6一开始，它的工具列全部都是在最上面。但是你看，我们现在工具列全部都往内缩一层，所以比如说我要点到橡皮擦，我要先点击笔的按钮，然后再点橡皮擦，我才可以进行擦除的动作。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切换笔刷跟形状工具。那你看，我现在要切到形状工具的话，我还要这样子去寻找我要哪一个形状工具的功能，然后我还要再切回笔刷，然后再去找我要哪一个笔刷。所以你看，这样子是不是就变得很麻烦？那第一个推荐大家所使用的功能就是橡皮擦自动切换的功能。对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功能去打开来。你看，它会写说自动切换至上一工具，笔刷这样子写，然后我用橡皮擦擦除，它就会马上跳回上一个工具。那假设说我现在换成铅笔去这样子画。然后我用橡皮擦擦掉，你看它也会切换回铅笔的功能，所以你看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去切换这2个工具。那其实这个功能是从 GoodNotes 4就一直传承下来的功能，真的很好用。但我个人也蛮希望 GoodNotes 它可以再进一步做优化，切换回2个工具，我们可以自己去做设定。比如说我非常经常在手写跟打字之间做切换，那如果我可以在这2个工具之间做切换，或是手写跟套手工具之间做切换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做设定的话，那这样子会变得更好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刚刚讲到的这一支 EIP Pencil X， 它也可以去自定快捷键，这边就可以去看到，我们这边可以去设定按1下跟按2下。比如说，我们就把按1下设成笔刷，按2下我们就设定成套手工具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设定好快捷键之后呢，比如说我现在就开始写字，那我想要切换成套手工具的话，我只要按1下笔尖2下。那你看，按2下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把它进行移动，或是进行删除的动作。那接着呢，我如果要回到笔刷，我只要再轻轻按1下笔头，我就可以继续开始写字了，是不是非常方便？而且你看到套手工具，我们这边如果再按2下的话，它就会切换成方形的套手工具，然后再按2下，它又会切换成圆形的套手工具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完全不需要去点开我们的工具列，然后去这样子去切换它的功能。我们只要透过笔头上面的快捷键就可以解决这一切。大家可以看到吗？你看，它就是今年所推出的自定灯号的功能，所以你就可以有7彩的组合颜色。我们可以设定高电量跟中电量它不同的颜色，所以你在它10个小时的续航力使用时间当中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变成不一样的颜色来提醒你。那你一定觉得笔它只有2个快捷键切换，功能很少，对不对？我只能切换笔跟套索工具。那这边再推荐大家，就是 EIP 所推出的 Magnetics 2，它就是专门为笔记软体 GoodNotes 所推出具有快捷键的键盘，所以大家在这边就可以看到，这边就有依序有笔刷、橡皮擦、荧光笔、套索工具跟文字的功能。Magnetics 的键盘其实我已经用了超多年了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开箱的影片。那第2代的话，为什么我会想要换它呢？就是它多了这5个 GoodNotes 的快捷键，我觉得这个操作其实比触控笔还要来得更快。我们只要点击一下，就可以马上切换到我想要的快捷键。那我们现在点击笔刷，点击橡皮擦，点击荧光笔，
点击套索工具，点击文字，它马上都可以快速的做切换。重点是这代的重量从原本的730公克降到570公克。iPad Air 再加上 Magnetis 2加起来，它终于比一台 MacBook 还来得更轻了。然后它键盘也多了7彩渐变的功能，然后有更流畅的触控板。那即使它重量变得很轻，但是它的角度倾斜还是非常的稳固，然后也有很好的打字手感。那现在基本上就让我可以一整天把 iPad 当做一台电脑在使用。前几天家里面停水，所以我只能到饭店去住一天。那我那时候就是只有带着 iPad 跟 Magnetis 2出门，那基本上我就可以做完一整天的办公了。那除此之外，也因为 GoodNotes 它今年推出了更多文字跟文件编辑的功能嘛，所以我现在会更需要在手写跟打字之间做切换。对，那你看我们以往新增文字方块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需要先点一下文字方块的按钮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再去选取它要在哪个位置。对，但是只要用到我刚刚所讲的 Magnetis 2它的快捷键的话，然后我只要按下键盘快捷键，就可以马上启用文字功能。然后我再点一下它要放在哪边，就可以马上使用。所以比起之前用笔尖来切换来的快速很多。那最后一个观众的问题就是讲到今年 GoodNotes AI 的功能。就是今年 GoodNotes 虽然推出了 AI 功能，但是它其实有蛮多限制，大部分都是金钱上的限制，就是它有额度的限制，所以我们一天其实不能使用太多的 AI。你不管是一般版本还是 Pro 版，你都是只能支援额度内的 AI， 除非你要1个月花320元获得6000个点数。所以说，我现在的工作流程还是会搭配其他的 AI， 比如说像 ChatGPT 或是 Apple 的 Siri。那像是 EIP， 他们不管是针对笔还是键盘，他们都推出了独家 Apple Siri 的快捷键，所以我们只要短按一下就可以启用 Type to Siri。这对我来说超级方便，就跟 GoodNotes AI 侧边栏的启用速度一样快速，我就可以马上贴上我笔记的问题，再用 Siri 连接到 ChatGPT， 完全不需要去跳出 GoodNotes 它 App 的界面。如果我不是用键盘启用，我也可以用触控笔来启用 Siri， 那我可以直接使用随手写的功能去询问我要问的问题。所以这2个功能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用，而且完全取代 GoodNotes 它内建 AI 的功能，我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用外部 AI 去问其他的问题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 GoodNotes 6个一定要设定的功能，会让你整个使用流程、手写体验以及文字功能跟快捷键切换都变得更加方便。那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大家再见。